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河夏叔。今天叔想跟大家追忆一位已经远去的老朋友，虽然没有人见过他，但是他的大名在中文互联网世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位就是2019年在中国豆瓣网站上自称穿越人的 KFK。KFK 他自我的描述是2019年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因为他自称是2020年出生的。那么在2019年的6月22号起的一段时间里面，他在豆瓣共回答了网友260余个问题。这260个问题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也在当时的互联网上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曾经因为他在预言中准确地预言了几次中国不可抗力的社会自然灾害而一战封神，有无数人认为他真的就是一个时光旅行者。也因为雅加达奥运会的竞选失利和特朗普没有能够连任美国总统，使得他惨遭信誉滑铁卢，有无数的网民开始对他唇枪舌剑、口诛笔伐，甚至后来有很多网友自称把 KFK 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已经扒得一干二净，说他就是一个来自于台湾的神棍，在网上说着一些耸人听闻又模棱两可的废话。时光匆匆，转眼5年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不得不去感慨，在这过去的5年时间里面 KFK 的很多预言都变成了现实。然而还有更多的预言等待着我们在未来的时间去逐一检测。关注 KFK 的人分为了2个派系。第一个派系是一定要去求证 KFK 到底是否是一个真的穿越人。第二个类型就是只在乎 KFK 所预言的内容是否会在历史中应验，这是截然不同的2个方向。你选择1还是选择2，我认为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想提醒各位观众，我们千万不可以把这2个方向作为同一个方向混淆在一起，这样的话就会让你的逻辑思维陷入严重的混乱。第一，他到底是不是穿越人？这是一个关乎于他个人诚信的问题。如果你醉心去研究这个问题，那么网上所有的扒皮角度都是有意义的。反之，我就是第2种类型。他是不是真的穿越人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甚至我也不太相信他真的是一个穿越人。那么我更在乎的是什么？是他这260多个问题所留下的那些答案。不管他是一个穿越人还是一个玄学大师，哪怕他就是一个很平凡但把社会参透了的年轻人，我依然喜欢研究 KFK， 甚至我依然选择相信 KFK。我的理由非常的简单，就是在这260多个答案里面，虽然从目前来看 KFK 预言的准确率有 80%， 但是我认为他对中国社会那份深刻的观察，他对于全球社会未来人类的走向，都与我自身的很多世界观不谋而合。那么接下来就让叔陪着大家站在2024年这个时间节点，重新回顾一下2019年 KFK 的部分问题与答案。由于当年的答案与问题有260个之多，而大部分的答案与问题现在看起来都非常的口水和无聊。那我们就从这260题里面节选出来一部分我个人认为对于你我他和这个社会的未来有参照价值的问题，今天在这里面逐一回味。网友问社会主义建设到了哪一步？ KFK 回答，我来的年代朝鲜、古巴都已经不再走这条路线了。敲一下黑板这个题的重点在答案里面。朝鲜、古巴已经不再走社会主义路线了，那谁还在走社会主义路线呢？ China。 5年过去了，我们再来回望这一题，我们不难读出这一题其中所蕴含的那份深意。网友问，你在2060年买得起房子吗？ KFK 答，2060年房屋不是贵重资源。在这里我强调一下， KFK 自称是
2020年出生的时光旅行人，他是从2060年穿越到了2019年。那为什么非得到2019年呢？因为他说在他的那个时代，时光穿越法则规定人只能穿越到自己未出生的年代。因为如果你穿越到你已出生的年代，这里就会出现自己和自己见面的场景。如果自己和自己能够见面的话，那我相信时空会出现一些错乱和扭曲的畸变。回到本题的重点，2026年，房子不是珍贵的物质。房子不是珍贵的物质，在260多题里面曾经被 KFK 无数次的提到，而在2019年的中国人心中，大家基本上对这个答案是嗤之以鼻的。网友问100块可以买到什么？ KFK 答2060年货币没有块。在这里和海外的朋友们解释一下啊，中国的这个块其实就是中国的那个元。那么没有了块，其实我也可以变相的理解为没有今天传统意义上的人民货币了。到时候全人类所有的货币应该统称为虚拟货币，而在虚拟货币的世界里面，极有可能不再以元为计算单位。这一题的关注重点是人类未来货币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网友问，地球各方面状态怎么样？人类找到清洁环保的代替能源了吗？大家过得开不开心？是更焦虑了还是更幸福？KFK 回答，更焦虑，因为饥荒、战争、地震非常频繁，不少人怀念2000年到2030年之间的美好时光。关于这一题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说我不知道很多关注 KFK 的人是只关注 KFK， 还是关注 KFK 的同时也关注其他的一些都市传说和中华的玄学典籍故事。因为在很多的领域都记载了这样一个预言，就是在本世纪的中叶，以中国为主战场会发生一场世界级的大战。那这场大战将改变人类未来的一个走向。比如推背图里那句最著名的话，99年成大错，那就是2048年。而2048这个数字在 KFK 的预言题260多道里面也曾经多达几十次的被提及。所以请记住这个时间节点2048，不管 KFK 的2048和推背图的2048是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还是说 KFK 只是一个生活中的小骗子，他从推背图里吸取了灵感，于是乎并坚信2048的存在。但是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完全证伪2048是真是假，因为我们只能等到2048。而2048能给我们今天人唯一的启迪是什么？就是请我们记住2048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如果是一个年份的计算单位，那么它一定是地球人走向一个历史新篇章的转折点。所以 KFK 在这里面强调了2000年到30年，本世纪的前1/3是人们感觉到相对幸福的时间，而此刻的我们就在这30年里面。网友问，为啥要来2019？ KFK 回答，因为今年地球上很多事情注定发生，这是人类转折的一年。在2049年有一部智慧卡剧，你可以理解为像2019年一样的网络电视剧，它的名字就叫2019，是一部怀旧片，在全球热播。在这里面我想提到一个新鲜的关键词，叫智慧卡剧。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说我们的影视剧繁衍，从传统的电视剧到了后来的网剧包括网大，到了后来的竖屏剧。那么它在2049年的时候将变成一种新的形式，叫智慧卡剧。那智慧卡到底是什么？目前我们都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答案，但是我们都能够想象智慧卡是一种怎样新颖便捷的载体。那么他所提及的2049年的热播卡剧2019，就跟我们今天看请回答1988是一样的，就是一部非常热播的怀旧剧。
而为什么2049年的人要疯狂的怀念2019年呢？我记得2019年的时候，豆瓣也有很多网民提出过这个质疑：2019年它有什么可怀念的吗？甚至有很多人觉得2019年糟糕极了。但是5年过去了，这5年全人类经历了什么？中国发生了什么？大家心知肚明。我们此刻再想一想，刚刚过去5年的2019年，我们扪心自问，怀念吗？网友问：沪深上指数到2万点了吗？答案就是一个 no 字，不值得分析。但是有趣的观察点是什么？2019年的时候，中国网友居然能问中国的股票能不能突破2万点。你可见啊，那个年代的人对于未来是有多大的信心啊。那个年代的人还没有学会真正的心灵内耗这个词，对未来还是一片踌躇满志呢。如果今天有一个人问你说中国的股票啥时候能突破2万点，你肯定想说大傻逼，对吗？然后仰天长啸，啪啐他一口唾沫。但是那个年代的人还能问出来这样的问题，代表他们对生活还没有绝望。这个问题是 KFK 整个回答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网友问：美国还存在吗？特朗普能连任吗？ KFK 的回答是：依然存在，特朗普会继续连任，但他将面临来自亲人与反对他的人给他的巨大压力。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不但解决了大家真正关心的疑惑，而且特朗普去竞选的这件事情也会发生在短期之内，方便大家来检测 KFK 的真伪。但上一次美国竞选的时候，拜登上台了，很多原本相信 KFK 的人一片反水，叫骂连天啊，就说这个大骗子神棍。但此刻是2024年，历史就是这么波诡云谲，拜登和川普又一次站在了美国历史的竞选舞台上，而目前来看，川普的支持率那是一个遥遥领先。那如果说今年川普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回到他总统的宝座上，那你觉得 KFK 的回答有毛病吗？那么也有很多人会质疑了，他就算是川普今年又回来当美国总统了，可是那当年也没有连任呢， KFK 还是一个大骗子，他依旧是不准的。在这里我想提出另一个我的观察角度，这个角度可能是有一点偏袒 KFK 的，就是如果 KFK 真的是一个时光旅行的穿越者，那么此刻2024年他也只有4岁而已。就好比有人现在忽然间问你，你4岁的时候美国总统是谁？你现在能回答出来吗？你也会懵住。当时竞选的总统是哪2个人？你也不知道，你也需要去查资料。那么2060年他已经40岁了，他对于他4岁的美国总统这段历史记忆应该是比较依稀的，可能在他的理解范围之内，幼年统称为川普时代。那么在记忆里，这个所谓的川普时代究竟是连任了2次紧密无间，还是说中间有4年称之为一个空档？但是在历史回望的这个大视角里面，这个都可以称之为川普时代。而且根据我们现在对于川普这个世界上著名的大疯子的性格了解，如果他能够再次回到美国总统这个位置上来，他一定会把拜登执掌美国这4年的这段历史尽可能的用他的政治手法去无限的弱化再弱化。那么对于2060年的人来说，他来回望2024年这个历史阶段，他就只记得那个时期都是川普来执掌美国。我觉得这个逻辑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今年川普必须再次当选美国总统。这个答案我们暂且保留，拭目以待。网友问：人类可以去火星旅行了吗？ KFK 回答：不能，但是卫星可以抵达并环绕四周。有一家美国巨型公司开发了可以体验火星上见闻的智慧视角工程，有点类似你们现在使用的虚拟现实体验，但智慧视角工程更为身临其境。这家美国巨型公司的名字一点都不神秘，
这家公司的掌舵人，也就是今天我们大名鼎鼎的伊隆马斯克。那么伊隆马斯克和他的团队对于火星这件事情到底能够开发到什么程度上，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以我个人有限的常识分析，人类都搬到火星上去移居，这个短期之内恐怕是不可能实现。但是通过地球的科技进步去体验火星、观测火星，这个并不难理解。我不知道 KFK 是根据当时2060年的社会事实给出了这样肯定的答案，还是说它也仅仅是一个伊隆马斯克的小迷弟，他是揣测出来的这样答案。但是我都愿意相信，观测火星、体验火星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伊隆马斯克这个美国的马爸一定会替我们完成和实现的。网友问哪里会发生战争， KFK 回答是牵扯到全球2个世界的文明，地点是3个大洲的交汇处，我只能说这么多。2个世界的文明是哪2个呢？是社会主义对战资本主义，还是说是2个宗教之间的较量？那如果是2个宗教之间的较量，那么我认为其中有一方一定是穆斯林教。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他所说的这个战争地点3大洲的交汇处，有哪些国家目前所处在3大洲的交汇处呢？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一定和那些中东的穆斯林国家脱不了干系。网友问，那你过来的意义在于？ KFK 回答，我上面已经回答了，2019年是比较特殊的一年，也是我出生的前一年。我来到这里，并且我想对2019年的人给予一些善意的提醒。咱们不要管 KFK 能够给2019年的人怎样的提醒，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对自己发出一个问题，你想对于2019年的你自己说些什么？如果你带着这5年的经历，也能够时空穿越，回到2019年，找到那时候的你自己，你把未来5年会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他，苦口婆心，你认为当年的你自己会相信吗？网友问，移动通讯科技进步改变了什么？以后 6G、7G、8G 还是这样子吗？ KFK 的回答是 7G 以后就不再以 G 来命名了，因为已经走到了另一个发展阶段，时间是2048年以后。关于通讯科技的这个问题，我个人有一个不同的观点。KFK 说的是 7G 以后将不再以 G 闻名，时间节点是2048年以后。我始终觉得用不了那么久，因为我最近看了很多美国科技公司的一些讯息，尤其是 OpenAI， 我认为 maybe 在30年代左右，应该通讯科技就会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如果我们今天这种通讯形式还要等到2048年那么遥远的时间才能发生技术性的革命性改变，那我真的认为人们觉醒的力量太小了，人们觉醒的速度实在太慢了，人们依旧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意识到这个世界是虚拟的。网友问，以后的新兴行业是什么？ KFK 回答，2030年以后会是人工智能与跨行业者的结合，就是精通人工智能开发与编程的各个行业。另外，游戏业从2035年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这个答案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人工智能。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这4个字其实在人类社会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我们用于工业生产的那个机械臂，它就是人工智能最早期投放到生产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人工智能这4个字，它的概念被提出来了很久，但中间仿佛有一个漫长的空窗期。那这个空窗期是什么时候被打破的呢？我认为就是这2年。而 KFK 笃定地认为30年以后所有的新兴行业都与人工智能有关，是在2019年。那么你再想想，这2年世界各个科技巨头公司对人工智能开发所引发的世界一片惊艳，你觉得 KFK 他就算不是一个穿越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平凡人，打着穿越人的旗号上网，但是他能把未来社会的走向剖析精准到这个程度上，
那我也可以称它为一声智者。其中最后的这句2035年以后游戏将进入另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什么阶段？我个人认为就是虚拟人生的体验阶段。今天2024年，即便游戏产业已经高度发达了，但是我们所有游戏的玩家所能够触碰的游戏，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知道它是游戏。但是2035年游戏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所接触的游戏可能就是一个虚拟世界，而那个虚拟世界是足以抗衡我们所谓的现实世界的。到时候会有非常多的年轻人面临的选择，不是说我努力还是躺平，而是我要活在这个虚拟世界，还是回到过去那个旧的虚拟世界。网友问小康实现了吗？ KFK 回答只停留于历史的一个词汇。虽然这个问题很短暂，但书特别有想把它展开的这个欲望，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就只在这里面提出一个概念，啥叫小康？小康是一个非常虚幻的词汇，它是人们曾经在旧时代对于富足生活的一种所谓描写。那它为什么不叫大康，它叫小康呢？就是不敢奢望大康，小富即安则为小康。那么可能在1980年代的时候，你家里有一台缝纫机，有一台洗衣机，还能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哇，那你已经过着资本主义般的生活了，相当奢靡呀。甚至你娶媳妇儿都是满地挑满地找。但是如果放在90年代，你家里还只有这几个东西，恐怕就属于有一点点的寒酸和贫困了。那如果到了2000年的时候，你家里的固定资产还只有这几个东西，恐怕你就已经成了贫穷历史博物馆了。我认为小康这个概念的思想源泉，就是人们心中对物质的那份欲壑难填。只要你的人生追求是以物质为基础条件的，别说小康，它就是啥康你都永远实现不了，即便实现也会很快失去，因为怎样的物质条件都不能支撑人们内心那份无穷无尽的贪婪。我们解决贫困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追求的方向，尽管这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的艰难。网友问，机器人贵吗？可以制作和真人一样的机器人吗？或者可以定制成我们心中想要的那个样子吗？ KFK 回答，2035年起，机器人广泛应用于交互游戏。2038年，人工智能量产化，定制需要取得复杂的授权与法律文书。在采购机器人中，少数人会这么做，大部分人应用于家庭清洁、学习、娱乐与安全。关于人工智能所推出的新型机器人在未来的社会里面是否能够取代传统人类的部分功能，我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我一直坚信这就是大势所趋。但是关于机器人用什么样的形式服务于人类，这个问题我和很多人的理解有一点点的不同。很多人的理解是机器人的发展越来越逼真，它就像是一个可以行动的硅胶娃娃，人们可以跟它做一切可想象和不可想象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就使得人们心中的很多欲望得以了释放，从而产生了人生减压的作用。所以这些年有很多天真的朋友曾经问我这样一个淫秽的问题，他说，叔啊，你说未来的机器人做的再逼真，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机器人，它身体内部的构造决定了它获取养分的能力仅限于充电或者是太阳能。那么当人和机器人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否会漏电呢？他们泄露的这个能源是否会对人产生一定的伤害呢？那么人和机器人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互动时，势必就会把人体的一些分泌物残存在机器人的体内。那如何清洁机器人呢？就是你刚刚和一堆废铜烂铁发生过亲密行为，然后再把这个废铜烂铁给大卸八块，铺得满地都是，然后一个一个的拿酒精清洁，晒干了以后再慢慢的组装。这听起来很吓人，对吗？
但是如果不能做这些事情，那机器人无疑就变成了一个更发达的学习机和更发达的扫地机器人，这恐怕不是很多人生活中真正需要的那一种。所以基于这个问题，我给出的答案就是授权。那么授权，刚才 KFK 在答案中也提到了。那么我所理解的这个授权是什么？就是未来的人会借助一种科技的工具，不管它是眼镜也好，它是帽子也好，它是耳麦也好，总之它是一个非常便捷的工具。当你把这种轻便的工具使用于自身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到一个疑似游戏或者是虚拟空间的世界里面。在这个虚拟空间的世界里面，你可以和任何一个人发生任何你想发生的事情。这个人可以是一个从来没有原型的虚拟人物，也可以是你的 idol。举例说，你的性幻想对象是一位明星，他叫张三。你想在虚拟世界里面与张三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恋爱，包括繁衍生息，包括吵架，包括背叛。你想跟他玩一个彻底的人生大全套，未来的科技公司是可以满足你这个诉求的。这里面只需要拿到张三给的授权，因为我相信人类真正的欲望诉求，它是一种意识上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欲望诉求。包括我们此刻物理世界所谓的性欲，它的源头也是精神诉求所折射出来的。如果想让机器人或者是让科技为人进行到最大限度的服务，就一定要满足精神诉求。而这个精神诉求的满足不可能是一堆铜啊铁的站在你面前，只要仿制的逼真就能够让你满足的，一定是你进入到了某个此刻还不存在的虚拟空间里面，在那个虚拟空间里面绝对逼真，虚假难分的活着，那个才是游戏的终点。只要体验感足够逼真，还有真假之分吗？网友问：大清要玩了吗？ KFK 回答：我通过数据分析后才理解你这句话于2019年才能明白的古语。我这里的数据结论是2048年。在这里呢，我首先给海外的朋友科普一个内地的常识，就是因为中共有着非常变态级的言论管制，所以很多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讲话和讨论问题必须大量的使用谐音梗和错别字。大清指的就是中国，要玩吃到嘴里那个药丸指的就是要完蛋了的意思。所以对于2060年的人来说，如果你想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还真的得去搜一搜，做一个数据调查。然后他给出了一个答案，就是2048年。敲重点啊，2048年又来了。他反反复复的提过很多次这个数字2048，也就是推背图里面那个99年成大错。那么结合很多方的言论，2048年好像是中共彻底结束的日子，也就是这个王朝的最后一年。当然我们大陆人非常关心这个王朝的结束，它是完整一块忽然间因为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使得它砰的一下烟消云散了，还是说从今天开始往后到2048年的这20几年时间里面，中共的解体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我个人认为是渐变的过程。为什么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我在往期的节目里面有分析过。而我们同时也要参照推背图的另外一句话，99年成大错，称王止和在秦州。秦州我们指的是今天中国的陕西省。陕西省是习近平的老家，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摇篮。曾经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叫做《南泥湾》，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南泥湾是一个什么地方？南泥湾就是在1949年之前，中共在陕西革命根据地疯狂种植鸦片的地方。可能很多内地的年轻朋友不知道，我们中共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黑帮组织，黄赌毒俱全。OK， 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身，2048这个数字，
我个人认为，2048是中共最后一根香火断掉的时间。但是它并不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解放的时间，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的这个版图，可能很多地区，比如说新疆，比如西藏，比如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广西，比如东北地区，我认为可能不需要等到2048年，便已经脱离了中共的政治管辖，而2048年是秦州的覆灭。网友问：全球第一大品牌还是苹果吗？如果不是，在什么领域？ KFK 回答：苹果在我小的时候就衰败了，房屋打印公司、交互互联网游戏公司、光学虚拟真实眼镜公司在40到50年代后成为了3大巨头。在 KFK 成长的过程之中，苹果公司逐渐没落了。这个答案意外也不意外，因为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我们确实看到了美国一些其他的高科技公司拿出来了一些更炸裂的科技产品和对未来科技人生的一种规划。所以他这个问题让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社会真正的核心产业就是他说的这3个。房屋打印公司。什么叫做房屋打印公司呢？难道是街边的打字复印？显然不可能是这样子的。我怀疑是一个建立在现在 3D 打印的基础之上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型的住房模式。尽管这种住房模式今天我们用现有的逻辑来考虑是有相当多的 bug 的，这不可能。比如水电怎么办？比如下水道怎么办？比如说燃气怎么办？比如说制冷怎么办？取暖怎么办？这些好像都是现有的 3D 打印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现有的 3D 打印房屋仅仅用于一些生产的厂房和车间，对于家庭使用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和障碍的。但是我相信这些障碍可能随着未来社会的进步都会逐一突破和解决。那么这个房屋打印公司也给人们传输了一个非常新颖的理念，就是由开发商把楼房建好，大家统一去买这个楼房，然后先有楼房后有选择，这样的一种居住人生可能在未来的社会会彻底的颠倒过来，就是先有你的选择，然后再根据你的选择去定制你的房屋。听起来好像房屋变成了房车，对吧？至于说未来的社会怎么去实现这样的一种房屋住房革命，我也没有办法一一揣测它的发展脚步，但是我认为随着未来全球人口出生率的疯狂下跌，这种模式是极有可能取代传统的开发商建筑模式的。第2个板块 KFK 也提了很多遍了，交互游戏。交互这2个字可能现在很多人理解起来有一点吃力哈，我们就回到这个字面意义的本身，交互。交互什么？交互人生可以吗？交互人格可以吗？这个交互你就把它理解为可以在另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交互一切，我认为这个是完完全全有可能实现的。甚至未来可以交互到什么程度上？比如说我喜欢看《甄嬛传》，我可以通过一个游戏交换我和这个剧里面任何角色的人生，那个剧由你来演，你想怎么演就怎么演。然后当你沉浸在那个游戏所不能自拔的时候，如果有人这时候断了你的电源，拔了你的网线，让你在真实世界里面醒来，你反而感觉这一切是虚假的。这听起来有点恐怖，但是又是那么的 perfect。 第3个板块，光学虚拟真实眼镜公司。听起来这个板块好像和第2个板块他们一定是要跨行业合作的，甚至是一个上下游的产业关系。这类公司所生产出来的硬件产品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服务于第2类交互游戏公司的客户体验的。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思维可以发散得更加天马行空一些。光学虚拟真实眼镜公司，它是有边框的眼镜呢，还是隐形眼镜呢？我相信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但是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它仅仅是能够治疗近视和远视吗？ No，
我认为可以让你看到不同的维度空间，比如说我们人类比较熟悉的中阴空间，也就是所谓的阴间。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说，好家伙，你又开始怪力乱神了哈，你又开始封建迷信了。但是我再强调一次，我坚信的观点，玄学、科学、哲学是三位一体的，它们本来就是一件事情。这也就是 KFK 在其他问题里面不停阐述的那两个字：归一。网友问，宗教还存在吗？人类是否相信除科学以外的其他目前不被认可的学科，比如说风水占卜、神学？ KFK 的回答是，宗教继续存在，人类转向研究自身与宇宙的关系。宗教继续存在。我在这里说一句可能会被很多人骂祖宗18代的话啊，宗教继续存在等同于官僚主义继续存在。我个人研究过很长时间的宗教，我也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道教徒，包括我此刻家里的这种佛龛上还供着太上老君、观音大士、比干财神。那么为什么我身为一个宗教的信徒，我却直接给宗教扣上了官僚主义的帽子？有空我再跟大家解释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延伸到它的后半句答案，人类转向研究自身与宇宙的关系。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我们刨出一些极端的小型的邪教组织以外，大部分有典籍的宗教所传递的价值，就是要让人们尽可能的获取智慧的力量，通过智慧去观测自身和宇宙万物的关系。宗教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之中，本就应该扮演着这么一个纯粹简单的功能，是人们利用了宗教，把宗教变成了今天这样的政治工具，发明了各种各样等级森严的规矩和制度。然而虔诚的信徒们还在疯狂地遵循着这些并不是神，而是凡人所制造出来的繁文缛节。而且越遵循繁文缛节的人，还觉得自己越虔诚，在宗教的世界里面形成了一条干嘛？鄙视链。幽默吗？可笑吗？宗教典籍里面蕴藏的真理是让你看破这一切，击穿这一切，去思考你的灵魂和这个宇宙的大关系。而你却拘泥在什么时候烧香，什么时候磕头，什么时候诵经，什么时候朗读。宗教没有开启你的任何慧根，宗教反而让你变得更加的愚昧。所以这就是我说，今天市面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官僚主义。关于宗教官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以后有机会找一个时间聊一个专题。今天我只说这些。网友问，深圳还适合生存吗？KFK 回答，2030年以后越来越不适合。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想提出几个问题啊，希望大家能够思考清楚。更适合生存指的是什么？啥叫适合？是挣越多的钱就越适合生存，还是我们要看自然环境、空气、水的质量？我相信随着历史的推演，你心中那个更适合3个字的标准会发生剧烈的地覆天翻的改变。不管你今天是多么的愚钝，但是我相信未来你思想的力量会开启，会成长。那基于这个角度来讲，那深圳肯定是不适合生存的，因为深圳本来就是一个改革开放中的经济特区，当它丧失了经济特区应有的经济价值时，那它还有什么好生存的？深圳大家又不是没去过，我都去了8600多遍了。如果那个地方不是适合营商的话，请问那个环境还有啥可眷恋的吗？不就是一群光秃秃的钢筋水泥，一群冰冷没有文化的森林沙漠吗？但是 KFK 也给了一个历史节点，30年以后。这个网友问了一个复合型的问题：一，你是否可以穿越到更遥远的时代，比如说封建社会或者是秦朝、唐朝？二，你所在的时代最长久的犯罪行为是什么？ KFK 回答的是，数据信息太少的时代不适合旅行，因为没有交流的机制。这个问题回答非常的棒。二，最常见的犯罪行为是数字货币的窃取与诈骗。社会信用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中心化，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反而是去中心化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说他回答的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知道啊，所谓的科技能够给人带来的穿越，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肉身穿越。因为如果肉身可以穿越的话，你就可以和你自己见面，甚至可以打一架，甚至可以亲手杀死曾经那个愚昧无知、让人咬牙切齿的自己。于是乎，你就改变了历史进程。我认为穿越不应该是这个形式的，也不可能是这个形式的，因为宇宙一定有它精密的管理机制。那么所谓的这个穿越是什么？是意识穿越，就是仿佛我们进入一个虚拟的时光隧道里面，在这个隧道里面，我们可以去一些指定开放的时间，但是这个时光隧道在科技里面是怎么建构出来的？是依赖于庞大的数据。那么在没有数据的时代，可能我们今天看来是很难达到的，但它是否永远都不能达到呢？这个我不好说。我认为在科技发展的这个逻辑里面，有一天我们穿越回秦唐，这个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我们现在科技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办法掌握秦朝或者是唐朝大量的数据，所以当我们和那个时代进行一些意识交互的时候，目前两边的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但是否有一天人类会通过科技或者通过某种不可说的玄学力量，掌握了几千年前的社会数据呢？我认为极有可能，我相信这是没问题的。所以我认为 KFK 这个回答是非常高级的，也非常的艺术，无所谓他是不是真的一个穿越人。第二个回答，未来社会犯罪率最高就是虚拟货币的诈骗。那这个是毫无悬念的，因为未来社会都是虚拟货币，如果你想窃取他人财富，必须依赖于高科技。人们在那个时候可以活多久呢？有没有一种可以让人开心的药？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否很孤独？ KFK 回答，人在精神深处有一个更深的官能，是与时空之外的宇宙紧密结合的。这是人类的第二次进步，但发生在战争之后。这个器官与功能它有名字呀，它也不咋神秘呀，它不是叫松果体吗？所有的宗教典籍在几千年前便已经告诉了人类，这个器官与功能它就叫松果体。松果体长在我们的脑后，这个功能一旦被开发以后，人将冲破现在所有意识范围之内你能够想象的全部束缚，而这个松果体就是那个与这个宇宙进行连接的组成部分。这个松果体是负责你的智慧的，我们也可以通俗点说，它是掌管你的意识的。而你的意识是谁给你的呢？你的意识不是你的。这个答案非常的残忍，很多人至死都不愿意接受。但是我再强调一遍，人之所以不能改变命运，是因为人的意识不是属于你自己的。人是一个载体，他在接受着意识上的讯号，而是谁在给你的意识发送信号呢？你可以说是上帝，你也可以说是造物主，你也可以说是释迦牟尼。总之，它是一股来自于宇宙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是定命，就是它制造了这一生你所有的环节，它会根据你的脚本来定期给你发送必须完成这个脚本内容的意识信号。于是乎，你在某个人生阶段，不管对与错，你就会那么想，并且执迷不悟。至于说，当你走到另一个成熟的阶段的时候，看淡了一切，放下了一切，这是你经历所修为出来的智慧之果吗？客观讲也不是，是你完成了这套既定动作之后，宇宙的某一个掌管部门又开始对你进行了下一步意识信号的发送。萌芽是一种意识信号的发送，执迷不悟是一种意识信号的发送，大彻大悟它也是一种意识信号的发送。既然是意识信号的发送，那么也就代表它不发送的时候，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冲破迷雾，你都不可能走出苦难。而它靠什么发送？就是你自己根本开发不了的你的身体的一部分，叫松果体。所有的宗教告诉人们，
要去修智慧，修智慧其实修的就是这个松果体的开发功能。人们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面，企图通过宗教的力量来获取对自身松果体的使用权，但是至今为止依然没有做到。网友问，中国的房价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下行通道？ KFK 回答，确切的年代我不记得了，在我的记忆里面没有很清晰，所以应该是20年代的早期。各位亲，此刻是什么？20年代早期，2024年，你看一下中国的房价是否已经进入到下行通道？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下行通道的全称是什么？是房价下行的下水道。任何珍贵的东西，只要你把它丢进下水道里，夸那么一冲，它就变成了标准的垃圾。这个问题看起来并不难，但是对于2019年的中国网民来说，这个问题是难以置信的，而 KFK 回答的非常笃定。网友问，请问你想对我们2019年的人类说些什么话呢？另外，未来父母、夫妻、子女这种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是否还存在？现在学习各种语言是否还有用？以后电影、电视这种造梦的行业还在吗？ KFK 回答，希望2019年的人们记得，上半年是你们最美好的一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动荡，这会是未来社会的常态。父母、夫妻、子女关系会在动荡的社会中弱不禁风，许多东西会因为灾难、饥荒、战争而变得没有意义。语言的障碍会在2035年之后完全清除。2019年的上半年我在干嘛？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居住在韩国。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对那一年是高度不满的，因为当时已经感觉到了经济的危机和钱的难赚。所以在韩国，很多华人朋友就问我，你说我是该回国呢，还是继续留在韩国工作呢？他们也很纠结。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2019年的年底，新冠疫情就爆发了。从此，这个人类社会进入了一种你无法想象的动荡之中，尤其是中国社会。这个问题虽然有一点空泛，但是 KFK 给出的答案却是那么的坚定。如果他不是一个穿越者，那我真的认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玄学家，也是一个在哲学思想上非常先进的人，因为他后面否定了所有的亲情、家庭伦理关系。我一直都说过一句话，人世间所有情感的绑定统称为孽债。人们通常对于孽债的理解就是孽缘，就是你邂逅了一个人，你们之间发生了很多悲苦的故事，让你们两个人之间都陷入到了一种绝望的状态，心生恨与爱的交织，这个才叫孽债。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和睦的夫妻、慈善的父母和他儿女、和他的伴侣、和他的所有姻亲关系，你们的关系越亲密越紧致，你们的债务就越深。因为人类所有恨和所有的羁绊都来自于这种亲密关系的交织。那么经历了动荡的人们开始发现了智慧的力量，在智慧之中，我们开始意识到所有姻亲关系是那么的虚假、脆弱、不堪一击。这个问题不需要预言，这是每一个经常站在哲学角度思考人生的人都会面临的一道课题。网友问，魔法有被科学证实或者是证伪了吗？其他超自然现象如鬼魂、其他空间，你们怎么看？ KFK 回答，2050年之后，这些都不算是什么奥秘的事情了。在他的回答中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节点，2048之后的2050年，这个世界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篇章。而且他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这个新的篇章就是人类对灵学的开发。那么既然对灵学有了开发，对宇宙有了新的观测，所谓今天这些神秘的奥义的东西，到时候一定会真相大白。我们对这些东西有追求和好奇心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身体健康，希望能够看到那一天的到来。但是我很遗憾，因为我的寿命在40年代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庆幸的是，
在科学现在还不能证明那一切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思想彻底的解放并且打开。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中国的网友特别的关心，那个时候网络的那堵墙还存在吗？ KFK 回答， WiFi 卫星全球普及以后，墙就不存在了。我少年的记忆里没有那堵墙。 WiFi 卫星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啊，就是伊隆马斯克先生的星链计划。星链计划实施以后，恐怕中共的长城防火墙不用拆也就自然的坍塌了。而这一天还有多久呢？我个人认为10年左右。你有什么依据吗？我没有什么依据，我的依据就是我的感性判断。网友问，中国什么时候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KFK 回答，全球战争的同一年。我给大家翻译一下，中共解体的同一年。网友问，第2次冷战中国输了吗？ KFK 回答，持续了30年。关于新冷战的这个问题，我想提醒一下各位广大的网友，新冷战的初始元年是在川普执政时期的中美贸易战。那么如果以这个时间节点为起算，作为新东西方冷战的初始元年，那么这一场新东西方冷战的结束时间注定会在40年代。40年代，2048年，他也反复说过了，跟推背图一样，那个是中共王朝的最后一年。网友问，楼主，你们湾湾是几几年被收复的？ KFK 回答，我出生在上海。这是一个非常没有营养价值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回复。但是我想就这个问题展开一下，就是中国人，中国大陆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的人可以在生命最后的一个瞬间，就在咽气之前，还在惦记着湾湾怎么被收复的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不知道这群生物脑子里面到底装的什么东西，是几千年的地质把奴性变成了 DNA， 深植在他们的血液血统里面，还是说过去100多年积贫积弱的历史，使得他们身体里面有着那种深深的自卑，永远都挥之不去，他们时刻都想证明自己。那怎么证明呢？就是靠炫富和追求那份所谓的民族大一统。他们拒绝智慧，他们更拒绝相信未来的世界根本没有民族，没有国家。因为所有的民族，所有的血缘，所有的国家政府概念，它都是限制人类发展的。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世界大同。如果你真的相信人类未来的大趋势是世界大同，那么今天收复湾湾不收复湾湾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未来本世纪下半叶那个更新的更大的更尊重个体生命的世界里面，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也许中国，也许台湾等等这些地域的名称都将被踢入历史的垃圾堆。这样的呼唤打这个频道一开始有的时候，我就每一期像个祥林嫂一样反复的强调再强调。但是请你们告诉我，这个概念对于很多中国大陆人来说，是否真的等同于对牛弹琴？是否一定要等到第3次世界大战，所有的杀伤性核武器轰炸这个地球，死个20亿人的时候，望着血流成河，他们才能够明白世界最终的发展模式是去中心化、去政府化、去国家化、去民族化。就只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地球和地球上每个独立生存的个体生命。网友问，以后还有婚姻制度吗？可以娶几个老婆吗？ KFK 回答，中东地区一直延续这个制度。在今天的中东，很多地区依然执行着一夫多妻制，但我个人认为，腐朽的、愚昧的、对人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婚姻制度，注定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一种政治的统治手法，人们也注定会在独立思想中意识到婚姻的可恶与邪恶。网友问，可以不去上班在家工作吗？只需要眼球进行植入就可以实现很多工作，对吗？不需要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 KFK 回答，在家办公20年代就有很多行业都实现了。
在家办公这件事情的大面积推广和普及是从2020年开始的。因为我们都知道，20年以后，中国实施了3年的封控，全民都在家里面办公了足足3年的时间。当疫情解除之后，人们才惊喜地发现，这个社会上很多工作岗位早已经不复存在，人们不在家办公也得在家办公，无论你在家办公还是不办公，你能够去的地方就只有家里。网友问，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夺冠了吗？ KFK 回答，没有，东京奥运会会发生事故。这个问题是 KFK 当年封神的一个问题，因为在2019年的6月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猜想到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会因为疫情被迫延迟到了2021年。而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上所取得的成绩非常之差，让全国人大为失望。所以基于这个问题，我也想牵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KFK 惨遭滑铁卢的问题之一，雅加达奥运会。雅加达申请了2032年的奥运会，但是没有成功。但是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2032年距离现在还有8年的时间，那这8年的时间里面，2032年的那场奥运会会否出现什么黑天鹅事件呢？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只能留给时间拭目以待。网友问，在你们那个年代有发现造物主的存在吗？ KFK 回答，是的。在这里面我想强调一点啊，就是我们传统宗教里的造物主，他一定是一个拟人的形象，就仿佛他长得和我们人是很像的，只不过他更强大，他更加的法力无边，功德无量。但是真正的造物主很可能就是宇宙的这套系统和机制其中的一个环节，因为我相信宇宙是一个层层嵌套的东西，可能造物主之外还有造物主，无穷尽。他并不需要是一个很高大长着白胡子的人，那个是人类幻想力实在太有限才导致出来的拟人化效果。网友问，请问心理学将转向何处？研究脑科学吗？还是意识？ KFK 回答，比心理层面更深的灵学。灵学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哈，就是通常我们能够想到的那个灵学，就是一些比较神秘的哈，比较阴森恐怖的那些灵媒。但是我认为灵学应该是一个更广泛的学术，其实它可能跟我们的玄学是很像的，甚至它就是包括在玄学里面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灵学。那么这个灵可以使人观测到很多目前我们看不到的维度空间，而当我们有一天能看到的时候，可能今天我们人类所有对自身和外部环境的迷思将一一的全部被解开。网友问，手机成为历史，那楼主你们在未来替代手机功能的是什么呢？ KFK 回答，最早称之为物联，后来是芯片植入。这一点我是非常相信的。如果你问我说，叔，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憧憬吗？那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很多年的时间里面就在憧憬着人类能有芯片植入的那一天。我甚至想过自己亲自去写 email 给美国那些科技大公司，想请求他们把我当成人体实验，你往我的身体里面去植入芯片吧。如果因此而使得我死亡，我不会追究你们任何责任。但是如果成功，我十分愿意去体验一下人和芯片作为一种结合之后所能激发出来的无限可能性。 OK， 来自于一个饭圈脑残的问题，我嫁给了吴亦凡吗？ KFK 回答，这个明星在我童年记忆里存在过，上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热点新闻。2019年的吴亦凡如日中天，还是中国流量的顶尖级扛把子，所有的品牌和所有的影视资源全部倾斜于他。在网上那个年代你要敢说一句吴亦凡的坏话，哪怕这句坏话仅仅是我觉得他也没有那么帅，你放心，你八辈祖宗已经冒了青烟了，都被骂炸出来了。但是后来吴亦凡是什么一个结果？他被判了怎么样的重刑？我们看一看 KFK 这份预言，你就说你服不服气？网友问，楼主，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时候的大学教育还会有思想教育这个板块吗？辅导员是否是一个会存在的职业？又是在大学教育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KFK 回答，2019至2030辅导员显得尤为重要。各位朋友，辅导员在中共的政治体制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大家都非常的清楚。2019到2030，
这个历史时间，辅导员这个角色在中国社会依旧举足轻重。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分量？中共。那中共要辅导员干嘛呢？监控每一个年轻人，监控每一个莺莺学子，并且负责给每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学生进行洗脑教育。辅导员就是他们的维稳工具之一。我相信辅导员这个传统行业最终的没落，是伴随着中共大批量的欠薪，使得饥肠辘辘的辅导员同志们也不得不走出校园，到社会上去自谋生路。网友问，请问可以说一下量子力学推翻物理的一些相关内容吗？很感兴趣。 KFK 回答，观察者即是创造者。这个回答我特别的喜欢，这些年我也一直把这个回答当成我自己思考的一种座右铭。观察者即是创造者。如果想深度的理解这句话，你必须得把过去的唯物主义思想彻底的刨掉，然后转向唯心。你要试着去接受这个世界可能是虚拟的，这个宇宙可能是一个层层嵌套、无穷无尽循环的机制。观察者即创造者，这句话可能听起来好玄奥哦，可能对于很多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宏大的议题，太烧脑了，书我听不懂。那我就从爱情上给你举一个例子，爱情它也是一个非实物的东西，它完全是一个精神资产。爱情就是一个观察者即创造者，同一个人，同一个手机，同一个微信，它就摆在那里。当你不爱他的时候，他只是逢年过节给你群发了一条消息，你还感觉到说他很有礼貌。但是如果你的情绪一旦对他产生了特殊的效应，比如说你爱上他了，这个时候他就算是每一条信息都会回复你，但是时间不准时，晚了5分钟10分钟，你会暴跳如雷，并且在这10分钟的时间里面，你脑补了70多集电视连续剧。他跟谁在一起？他是不是故意的？他是不是骗我？他到底在干嘛？他真的在工作吗？会不会有很多秘密我都不知道？我还要继续的监管他，我还要继续的窥探他。在物质层面没有任何质量改变的事情，却因为你的情绪信号的不同，使得观察结果截然不同。那么观察者即创造者这个理论是否在爱情的世界里面，宽泛一点说，在情感的世界里面无处不在呢？网友问，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金融系统怎么可能在1小时之内崩溃？ KFK 回答，崩溃前当时也有很多人不信，说了与你一模一样的话。我们纵观人类的历史，有非常多革命性的改变，在改变的那1秒钟之前，人们都是排斥不信的。但是我想告诉每一个人，所有与物质相关的东西，最终有一天都会发生地震海啸般的大变革。你完全有理由不信，你也有资格不相信，因为生命是你自己的。如果你认为与灾难共存亡是一种壮烈的美感，那我也真的很欣赏你对物质的从一而终。OK， 上述林林总总的这些问题是我个人从 KFK 的问答之中精选出来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一部分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比较感兴趣的，我也认为对于这个社会来讲是具备着一定的意义和启迪性的作用的。那么根据这些问题，我今天也分析和发表了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如果你对 KFK 的预言信与不信，或者你对他的答案有着不同的解读角度，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对我进行指正。虽然无论我们怎么 battle， 最终只能换来的财富就是我们进行思想和精神的一种交互。至于最终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只能静静地等待历史去检验和判断。但是请相信 KFK 从头到尾一直奉劝此刻当代人的一句话，未来的社会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是衡量他的精神财富。那么这个精神财富是什么呢？是多读一些书吗？可是 KFK 也说了，随着科技的发展，读书的形式将发生改变，甚至3-5年以后学习语言都丧失了意义，因为这些知识完全都可以被科技所取代所覆盖。那么精神的能力是什么？他也给了一个观察角度，精神的力量就是对灵界观察的力量。那难道我们每个人都要去修炼法术变成一个鬼公神婆吗？
我认为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要学着向内部去观测，充分的了解自己，时刻提醒自己，人生在世就是一个自我了解的过程。当你对自我的内部有着充分的了解的时候，你才能够清晰的去看透这个外部世界。当你把外部世界看得比较通透的时候，你就有了观察多维度空间的机会。当你在多维度空间里面进行反复观察，找到了这个宇宙真正的奥义之时，你便拥有了在下一个时代超凡的竞争能力。